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活的真不是人干的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现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一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包了2两。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1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式记的方子，它是2叉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苏啊！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！然后这回的面皮就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。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式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呢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这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。你说这事儿整的。今天在家人均48，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。这玩意儿上饭店吃都挺贵，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。我买了300只1元蟹，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，但是黄都很满。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，正适合干这事儿。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，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。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，蒸的时候放着葱姜，那纯是为了走流程。这螃蟹肉少，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，然后身子小，黄也不到我抠。我先拿筷子抠一遍，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，还有后盖有点黄，平时吃螃蟹都不啃，今天全给抠出来了。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，瞅啥都是橘色的。这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，就是不累但腻歪。就后来都落得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，就真没话了。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，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。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，大概完成了3/4，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。我说吃口饭吧，这螃蟹扒完了，黄、肉、壳都在这儿了。我上了上秤，蟹黄大概是750克，蟹肉是300多克，一共就2斤多呗。等我炒蟹黄的时候，我压力老大了，就这味儿要差了一点，我仨今天指定崩溃了。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爽了。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，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。但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，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。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剩这么多。完我算了算账，买螃蟹花了296，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，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。反正说句心里话啊，但凡兜宽着点的，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。